用尽家产供赘婿傅义军平步青云，沈家败落，他却勾结外室，宠妾灭妻，逼我喝下毒酒。你要没害如薇腹中孩子，就喝了它，自证清白。燕儿也该姓孟，与你这个贱妇无关。你们还愣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姓沈，谁准你认我这个儿子？按住他！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，不配站着正妻的位置。姐姐，我好心去接你回府，你为什么要害我一尸两命？你残害孟家子嗣，按族规喝了这杯毒酒，没死就是天意放过你。孟成业，当年你不过是个落魄书生，入赘我家，全靠我沈家的银子才有了今天。后来沈家落魄，你转头就把我和儿子赶出门。如今你居然还要为了这个外室逼死我！你不过是我沈家赘婿，孟家族规也配管到我头上？姐姐，你就成全我吧，我不求名分，只求孩子活下来。孟成业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会有报应的。废什么话，喝！喜报，出大喜事了！喊什么？没看正在办家法吗？滚出去！是大公子，沈燕公子金榜题名中状元了，报喜的官差已经到门口了。我儿子是状元，快开正门，接我状元儿子回府。新科状元沈燕之母沈氏可在？夫人怎么跪在地上？快起来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，怎么伺候夫人的？别碰我！我知道你心疼儿子，但有贵客在，别闹小脾气。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谁让你们对夫人动手的？拉出去杖责！这是什么味道？地上怎么泼了药？这是给夫人治咳嗽的偏方，夫人最近风寒，喝药不小心洒了。这不是你刚才逼我喝的毒酒吗？大人，这全是误会啊！沈夫人，那药是补身体的。对对对，大喜的日子可不能说这些胡话。大人，我儿子沈燕那可是我孟家嫡长子，我孟家要大摆宴席3天3夜，款待全城。可本官看着这户籍上只写了母亲沈氏，至于父亲一栏是空的。大人有所不知，燕儿确实是我的亲儿子，如今他金榜题名，自然是要归宗认祖的。归宗认祖？孟成业，当年你把我和燕儿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怎么他今天中了状元，就又成了你的亲儿子？你个疯妇，给我闭嘴！大人，你可要替我家主君做主啊！是沈夫人故意挑唆燕儿带着她离家出走，生生断了他们父子的骨肉亲情啊！你好狠的心啊，沈氏！你竟然瞒着我，把我的孩子教成这般模样！对，我就说燕儿怎么突然就变了，原来全是你这沈氏挑唆的。最毒妇人心呐，连自己的亲儿子都利用。大圣天子向来崇尚孝道，若新科状元郎真的背负不孝之名，那这状元身份可就成了天大的笑话。沈夫人，你今日要给本官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爹爹，爹爹！哪来的野丫头？赶紧出去！听说哥哥中状元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躲着啦。这孩子是……大人，这是远房亲戚家的孩子，脑子不灵光，认错人了。孟成业，当年你口口声声说这块玉佩被人偷了，还为此把我沈家翻了个底朝天。这本该留给我儿沈燕的沈家祖传麒麟玉，怎么会挂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身上？一个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休要在大人面前胡言乱语！大人，您看仔细了，孟成业口口声声说他只有沈燕一个儿子，那这贴身信物怎么会给一个外人？大人，都是民女的错。民女跟了主君10余年，从未想过跟姐姐争抢什么。如梅，你闭嘴！主君，都到了这时候还瞒着做什么？姐姐，你怎能连一个孩子都容不下，非要逼死我们母女啊？大人，这不过是后院妇人争宠的私事，实在算不得什么丑闻。是啊，男人3妻4妾本就寻常，大人千万别往心里去。
寻常？孟承业入赘我沈家，吃穿用度皆是沈家所出。他一个入赘女婿，竟然背着我养外室，连孩子都生了，这也叫寻常？本朝律法明文规定，赘婿无故不得纳妾，更无权处置女方家产。孟承业这般做派，分明是把我沈家的脸面往泥潭里踩。荒唐！这若是传到京城，御史台非得参一本不可。大人，您别听他胡说，这都是沈氏这个毒妇故意抹黑小人啊！对啊，大人，沈是生性狭隘，容不得人。我们孟家为了子嗣，这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沈氏，你为了毁了主君，连你儿子的前途都不顾了吗？燕儿若是背上一个家风不正的名声，这状元位置还能坐得稳？哼，本官只管送喜报，至于你们孟家的烂账，自己关起门来清算。大人，大人，你现在就立下字据，承认柳如梅是我明媒正娶的平妻。我不管你用什么理由，哪怕说是你当年主动帮我纳的，你也得给我认了。我要是不认呢？那我就向外人说你毒害妾室。沈燕有一个名声尽坏的生母，她也休想在朝堂立足。孟承业，我沈家的家产，你休想抢走去养你的野种！谁敢在孟家撒野？燕儿，啊！我的手！娘，儿子来迟了，让您受委屈了。娘没事。哎呀，好儿子，快跟爹进屋，爹今天就让你认祖归宗。大公子生的真是一表人才，主君，这可都是您的好福气啊！我姓沈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怎么说话呢？血浓于水，我生了你就是你老子。老子？当年祖父病逝，你把我和我娘连夜赶出家门，强占我沈家宅子的时候，你可记得你是我老子？那都是误会。大公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主君心里其实一直是有你们母子的。哥哥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，我们才是亲骨肉。张嘴！你如今好歹是朝廷命官，如此粗暴，传出去就不怕被人弹劾，丢了头上的乌纱帽吗？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你爹再错，他也是你爹。你今日若不认祖归宗，就是大不孝。本官此行是代天子巡游，天子重孝，义重德。孟承业入赘我沈家，侵吞女方家产，抛妻弃子，按大圣律法，当流放3000里。娘，你不能这么对爹，我是你亲爹啊！谁说我今天是来认父的？我今天来是替我娘写一纸休书，将你逐出沈家。自古只休妻，哪有女人写休书的道理？你这是目无缚鸡，大逆不道！夫妓，孟承业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字据是你当年为了拿走沈家最后的钱财亲手立下的，任沈氏母子自生自灭，生死各不相干。这上面的一字一句，还有你孟承德按下的血手印，难道也是我沈寒逼你的？姐姐，你就算想报复主君，也不能拿着假文书来糊弄大家呀！族长，诸位叔伯，主君这些年为了寻找沈氏母子，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，几乎夜夜难眠，怎么可能会写这种断绝关系的无耻东西？娘亲说的对，这分明是沈氏勾结外人伪造的文书，他就是想败坏我爹的名声，好独占沈家所有的财产。族长，这字迹还有这指印，看着倒像是真的。若是真的，那大公子确实跟我们孟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要是真闹到公堂上，这新科状元的通天荣光可就跟我孟家半点边都沾不上了。族长，万万不可承认这信啊！一旦认了，孟家不仅捞不到1文钱好处，还要背上抛妻弃子的恶名。老夫懂得，绝不能承认。你们别被这毒妇骗了，他连如梅肚子里的骨肉都敢谋害，如今为了侵吞家产，伪造个假信又算得了什么？来人，立刻把这毒妇抓起来送官，治他伪造文书、谋杀庶子之罪。
谁敢动我娘一下试试？大公子息怒，大公子息怒啊！既然这信真假难辨，那就得请官府的主簿来验气。若是真的，我们孟家绝不插手大夫人的去留；若是假的，哼，那咱们就顺便查查你当年背着我跟野男人私奔的事儿。吴顺，你当年是我爹最信任的账房，沈家败之后，你便不知去向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吴顺当年受过你爹的恩惠，自然不会说谎。吴顺，你告诉大家，当年这贱妇到底是怎么离开孟家的？回主君，当年大夫人确实带着大公子跟野男人私奔的，老奴亲眼所见，绝无半点虚言。哎呀，姐姐，真没想到你平日里看着端庄，骨子里竟然是这般不守妇道的人。可怜我们主君白白替别人养了这么久的儿子，还被你蒙在鼓里。难怪当年走得那么急，原来是跟野男人跑了，亏你还有脸回来闹事。看你当年可怜，原来骨子里是个烂货，我孟家的门风全被你这贱妇给败光了。哼，不守妇道的贱人，生出来的自然也是野种。按大圣律法和族规，就该把这贱妇抓去进猪笼，沉入江底。吴顺，本官只问你一句：当年我娘离家时，身上可带了银钱？沈燕，私奔难道还要挑日子带够盘钱不成？你个小畜生，少在这里转移视线，混淆士兵！回答本官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大夫人当时身无分文，沈家所有的铺子、房产和银钱，全部都在主君手里握着呀。那我再问你，大雪天离家，他当时身上穿戴如何？只穿着一身破旧单衣，连一件御寒的斗篷都没有。身无分文，只穿一身破旧单衣，在腊月寒冬、大雪纷飞的夜里，抱着一个年仅2岁的病弱孩子去私奔。吴顺，你倒是当着诸位的面说说，我娘她到底是去私奔，还是被逼着去送死？大公子饶命啊！当年主君嫌大夫人碍眼，又急着要独吞沈家的所有家产，好养活刘小娘，这才在大雪天把你们母子连夜赶出家门啊！你这老狗，信口雌黄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！就算当年赶了你们又怎么样？我是你亲老子，这是事实。你必须给我认祖归宗，入我孟家的族谱。沈氏，程烨说的对，燕儿如今是新科状元，要是户籍上父亲那一栏一直空着，到了京城少不得要被同僚耻笑。大摆宴席，认祖归宗，这可都是为了孩子的体面和前途打算啊！真是一出好戏。当年我和燕儿快要饿死在街头的时候，我抱着2岁的燕儿在风雪里求你们施舍一口热粥，你们孟家是怎么做的？你们闭门谢客，看都不看我们一眼。如今我儿成了新科状元，你们倒眼巴巴的贴上来，开始替他的体面打算了。你们的脸皮是用城墙做的吗？沈氏，你少在这里翻陈年旧账。说完了吗？燕儿，大局为重啊，私仇再大也大不过你的前途和孟家的名声啊。入族谱不是不能谈。好儿子，爹就知道你是个懂孝道的。你瞧瞧，血脉天性，这哪是这个丰富几句话能挑拨得动的？但在这之前，先把欠我沈家的家产算个干净。什么欠你沈家的？沈寒当年嫁进了我孟家的门，她沈家的东西，那就是我孟家的东西。就是，你这孩子年纪轻轻，怎么满身都是铜臭味？那黄白之物，难道还能比得过生养你的血脉亲情？别跟我谈血脉。当年我外祖父重病垂危，孟成业，你趁着沈家群龙无圈，强行抢占了沈家13间铺子。今天你一间不少的给我还回来！放屁！那13间铺子是老子起早贪黑辛苦赚来的。孟成业，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我儿能有今天，全靠我日夜给人洗衣服做粗活供出来的。而你，吃我沈家，用我血，连你在外面养外室生野种的钱，都是从我沈家的铺子里抠出来的。老子是赘婿又怎么样？
老子当年也是记在你们沈家户头上的。沈燕，你连你老祖宗留给你的梦姓都丢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算账？本官手里的账本就是资格。孟成业，咱们今天就先从你当年挪用沈家银钱，供养外室柳如梅的第一笔账查起。求姐姐可怜我对主君一片真心，情深不能自抑啊！我与主君相知相伴10余年，若是为了银钱，我又怎会甘愿无名无分地跟着他受委屈？娘，你求他做什么？你胡说！那些商铺银钱分明是爹爹亲口答应要留给我们的，凭什么要还给他们？你给我闭嘴！孟成业，当着本官的面，你想杀人灭口吗？去把孟家这几年的账册全抬上来。是。孟成业，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东街的荣华绸缎铺，这可是我沈家祖传的基业，怎么在账本上却变成了你孟家的私产？那铺子是你当年亲口答应，自愿拿出来贴补家用的。若没有这铺子支撑，这孟家上上下下几10口人吃穿用度从哪里来？自愿？我从没答应过。当年我重病在床，你连药钱都不肯给我，这铺子怎么可能成了孟家的私产？分明是你趁我病重暗中侵吞。不仅如此，娘，你看这里，这间铺子每月的盈利流水，可没有1分钱花在孟家宫中，而是全进了另一个人的口袋——柳如梅。主君救我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就是你当年亲自按下的手印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沈寒，你还想抵赖？这不可能，我从没签过这种东西。沈寒，白纸黑字按着你的手印，你抵赖得了吗？沈家的铺子早就归了孟家，就算沈燕今天当了状元，也别想从老子手里讨回去1分1毫。姐姐，当年主君说是你自愿拿出铺子来贴补孟家开销的，我念在主君不义的份上，这才帮着管账。我从没想过要贪图姐姐半点东西，姐姐怎么能如此容不下我，非要逼死我们母女啊！滚开！娘，别急，您仔细想想，当年按这个手印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娘，这指甲上怎么有一块褐色的印子？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我生病烧得神志不清，是你孟成业，你拿着一张白纸哄骗我，说那是去药铺买人参续命的单子，非要拽着我的手按下去。你血口喷人，这分明就是你清醒时自愿立下的字据。诸位看好，这字据上的墨迹字字都浮在纸面之上，而这红色手印却早就深深渗进了纸张背面。手印在先，字迹在后，这是孟成烈当年事后自己填写伪造的。族长，您瞧这手印确实透着墨迹呢，字真的是后写上去的。成业这事儿办得实在糊涂，如今被状元公当场戳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都闭嘴！别在大人面前丢人现眼！你这小畜生满口胡言，老子撕了你！谢大人到。地上这药味儿挺冲。回大人的话，这不过是内子风寒、妇人治病的偏方，下人们粗手粗脚给撒了。偏方？本官闻着，这药味倒像是断肠草。孟成业，你告诉本官，这孟家大庭如今是在办家事，还是在草菅人命的？大人明鉴，非是孟家狠毒，实在是这毒妇不守妇道在先，如今更动手谋害妾室腹中子嗣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孟家不过是按族规对他进行小惩大谏。私设公堂，强灌俊酒，你们孟家好大的胆子！大圣律法在你们眼里难道是摆设吗？燕儿，你如今也是朝廷命官了，快替爹向谢大人解释2句啊！这都是家务事，误会全是误会啊！沈燕见过谢大人。谢大人，今日是犬子中状元大喜的日子，这穷乡僻壤的大堂实在简陋，咱们不如移步前厅，让下人备上好酒好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免了。陛下口谕，接沈燕入京前，先查清其家眷受辱案。孟成业，带上你孟家的人，
跟本官走一趟吧。大人饶命啊！草民一时糊涂，这都是按族规办事，绝无抗旨之意呀。大人开恩呐！民女怀着孟家的苦肉，受不得惊吓，这都是大夫人的私怨，与民女无关啊。沈夫人，你还愿不愿留在这里？这宅子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全都是用我沈家的银子建起来的。这里是我沈家的宅子，要走也是他们走。沈寒，你少在这里白日做梦！你生是孟家人，死是孟家鬼。只要本老爷一天不点头，你就算死也得葬在我孟家的祖坟里。就算你儿子如今当了状元，老子也是你男人，是你的天。你想走，在大圣朝，只有男人写休书撵女人的道理。你想休老子，你做梦！姐姐，主君说的对，妇道人家怎能写休书？这若是传扬出去，状元郎的名声可就全毁在您手里了。娘，这笔账得由您亲手来算。住手！简直胡闹！这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天大的闹剧？沈氏，你不过是一个妇人，怎敢做此违背纲常之事？沈燕，你如今是朝廷命官，若你纵容你娘做出这种伤风败俗、大逆不道的事儿，本族长就去京城告你一个不孝之罪，你这状元前途也算到头了。让沈夫人写完，谁再多叫一个字，拉出去，掌嘴。慢着，沈寒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！当年要不是我买药吊着你的命，你这个病秧子早就烂在土里了。你这条命都是我给的，你凭什么休我？孟成业，你还有脸跟我提当年的药？那年大雪，我躺在漏风的破屋里，高烧不退，差点就没命了。是我硬撑着最后一口气卖掉了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才换了那点买药的救命钱。可药还没买回来，那笔钱就被你拿走了。你当年怎么跟我说的？你骗我说钱丢了，可转过头，你却用我的救命钱在城西替柳如梅买了院子。孟成业，既然你说是你买药救了我娘，那我问你，你当年是在哪家药铺买的药？请的是哪位郎中？银钱又是从孟家哪个账房里支取的？说！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？反正你娘如今活下来了，那就是我的恩情。说不出，那就是编的。拿我的东西来救我的命，再逼我对你感恩戴德。孟成业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？哼，记下。是，大人。沈夫人，老夫人的遗物奴婢见过，那只金钗如今就在刘小娘的庄园盒子里收着呢。孟成业，那只金钗是我娘临终前留给我的遗物，也是我沈家落败后为数不多的家当。你当年口口声声说家贼难防，原来是被你偷去送给了外室。姐姐，你别听下人挑拨离间，那金钗，那分明是当年老爷心疼我，亲自买来送给我养胎的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？闭嘴！沈寒，一个破钗子罢了，也值得你在这里当着谢大人的面如此撒野无理取闹。那是我沈家的嫁妆。柳如梅，你口口声声说那金钗是送你养胎的，我且问你，从我病重到2年后，孟成业把我和燕儿连夜赶出府去，这期间你怀的到底是谁的胎？沈寒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娘怀的自然是我爹爹的骨肉，我今年都19了，这还能有假？19了，诸位族老，你们可听清楚了，我儿沈燕今年才满18，这孟静玉居然19了。孟成业，当年我沈家还没败老，你还是我沈家的赘婿，你吃我沈家的饭，花我沈家的银子，结果你当年就已经在外面养了外室，还跟着外室苟且生下了这个野种。天哪，静雯丫头居然比状元公还要大1岁，这岂不是说当年沈家还没出事，赘婿在女家未败落前便在外通奸产子，这在律法上可是忤逆无德之罪啊！我们孟家居然还帮着他遮掩，真是丢尽了祖宗的脸！成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当年不是跟老夫说
是沈氏无所出，又生性善妒，你才迫不得已的吗？族长，您听我解释，这都是柳如梅当年。姓孟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今天再不还钱，老子一把火烧了你这孟家大院！孟成业，少给老子装死！荣华铺欠了老子3000两货款，今天不还钱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铺子是沈家的，他才是沈家掌舵人，这债就该他还。孟成业，刚才还说铺子是你的私产，怎么现在出了事又成我的了？废话，你占着沈家名头，铺子当然是你的，这烂账你休想赖给我。老子不管你们谁当家，今天不还钱，孟家老小一个也别想活！沈寒，你不是日思夜想想夺回沈家基业吗？现在铺子给你，这债你也一并担了。把账单给我看。大家看看清楚，这账单落款处写着的根本不是荣华铺，而是柳如梅。你口口声声说这是我们沈家商铺欠你的债，那你睁大眼看看这上面的交货地址，这上面写的是柳如梅私宅。我沈家的商铺什么时候搬到外室的被窝里去了？贱人，你敢骗老子！主君，你快跟他们解释啊！那是当年姐姐卧病在床，你让我代管铺子时，你亲手把印信给我的呀，我都是听你的吩咐去办的。对，就是你让如梅去办的货，现在想赖账，门儿都没有。我让柳如梅去办货，孟成业，你编谎话也不嫌臊得慌。我沈家100年基业，掌柜伙计齐赔，我放着沈家的人不用，去求一个没名没分的外室替我办货。抬进来。孟成业、柳如梅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替沈家办的货，那你们给本官解释解释，这锦缎上用金丝银线绣着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独眼龙，你常年做布匹生意，想必最清楚不过。我们沈家荣华铺祖传的记号，世世代代都是双里记号，而这匹料子上绣的却是柳如梅的柳字。打着沈家的旗号在外面削账，运回来的货却全进了你柳家的私库。柳如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主君，主君救我，我不想死！贱人，你敢背着我，借着沈家的名头中饱私囊！我说这几年荣华铺的账目怎么总对不上？原来钱都被你这毒妇给吞了！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位好汉你瞧见了，这货全是他柳如梅自己要办的，钱也是他私吞的。你要账找他要，千万别找我。肚子好疼，我的孩子！沈寒，你就是想害死我们孟家的骨肉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沈氏，你伙同外人逼债，是想绝了我孟家的后吗？这世上有什么债能比得过我孟家的香火传承？还有你快让这帮催债的退下！若是如梅动了胎气，伤了我孟家的子嗣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传随行医官入内诊脉。不用了，谢大人，民女歇歇就好，不用看医官，真的不用了。胡闹！这动了胎气岂能是儿戏？如梅听话，快让医官瞧瞧，可千万别伤了咱们的孩子。大家瞧瞧，她这活蹦乱跳的模样，哪里像个动了胎气的孕妇？下贱胚子，我娘身娇肉贵，岂容你们这般作贱？老子不管你金贵不金贵，今天拿不出钱还债，就拿你这宝贝女儿抵账，把人带走，押去做苦力抵债。爹，救我！松手！快给我松手！如梅，既然动了胎气，让医官看看怕什么？你到底在心虚什么？看，如何？医官是不是动了胎气？快
快开安胎药。这位夫人的脉象沉稳，不像有孕在身。若要确诊，须得再细细诊疗一次。我不看了，主君，我不看了，我们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滚开！柳如梅，你给我说实话，那个孩子到底还在不在？谢大人，犬子年幼，毕竟没经历过朝廷这般大场面。今天这状元琼林宴，全城的贵客可都看着呢。要是没个长辈主持，怕是会闹了笑话。这场面还得我这个亲生父亲来主持大局。好儿子，咱们可是亲骨肉，血浓于水。走，跟爹出去，爹今天带你好好风光风光。娘，这是儿子特意让人在京城为您量身定做的。当年的沈家大小姐，何该穿着这世上最尊贵的衣裳？好孩子，你有心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新科状元沈燕之母沈氏，含辛茹苦，教子有方，贤德淑良，堪为天下妇人表率。特赐3品诰命夫人，钦此。没了。大人，这上面就写了沈氏，那我呢？我这个状元郎生父的名分写在哪个字后面？圣上就没给我封个一官半职吗？阿寒，阿寒，我求求你了，咱们同甘共苦10几年啊！你拉我一把，带我一起去状元宴席吧。只要你带我去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求你了，阿寒。孟承业，看着你这副摇尾乞灵的贱相，我真恨自己当年瞎了眼，怎么会选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败类？没出息的东西！我柳如梅拼死拼活跟了你半辈子，用尽下作手段，到头来在你孟承业眼里，不过是个随时随地能扔出去挡刀的棋子。滚开！沈家丢不起你这个人。沈夫人，别放过他！这瓶药是孟承业昨晚亲手准备的，本是想在宴席上找机会下在沈燕的酒里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这怎么在你这儿？你居然敢偷老子的东西！我不拿，怎么知道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背着我做了什么？孟承业，你可是亲口答应过我，只要除掉了沈燕，再给沈寒灌下毒药，到时候我这个平妻就能顶替沈寒。认得这药吗？这是静心散，是慢性毒药啊！孟府管家之前来小人店里买过，3年前小人也给您求学的鹿鸣书院开过。书院，难怪当年验3科考前一突然高热不退，差点废在考场上。原来是你们在暗中下了毒。孟承业，你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害，你还是人吗？封存药瓶，留存物证。来人，把孟府管家给本官押上来。当年是谁指使你送药去鹿鸣书院，毒害本官的？说！大公子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当年是柳夫人指使小人的，是她要除掉大公子，好让静雯小姐争抢家产，这真的不关老爷的事儿啊！放屁！你干的好事别赖在我头上！行了，明明是来人，把管家和柳氏带下去，分开审，务必核对清楚所有证词。是。毒妇，你这心狠手辣的毒妇，你连我儿子的命都敢害，老子今天非踹死你不可！踹死你不可！沈大人，您看，我是真心向着您的。燕儿，爹真的不知道这毒妇当年背着爹干了这等丧尽天良的事儿啊！爹心里一直是有你的，爹这就替你出气。孟承业，你凭什么打我娘？你少在这装好人！这手的事，你当年明明知情，甚至连药钱都是你亲自批的。你现在想撇得一干二净，你做梦！一出门你就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装什么远房亲戚？你说沈家快死绝了，迟早让我们母女风光尽门。结果呢？要是沈燕这次没科考，是不是还要让我像老鼠一样继续在外面躲一辈子？孟承业，你可真是贪心不足。你既想要大儿子给你带来的无上荣耀，又不敢认下这个私生女，
生怕脏了你孟家所谓的门楣。我争了半辈子，用尽下作手段，甚至不惜给原配下毒。原来我以为到手的名分，在你心里从来就没冷过。滚开！老子没你这个女儿！好得很，我忙活半辈子给你当刀，到头来连个名分都不配。大家瞧瞧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当年他侵吞沈家铺子，大把大把的捞钱，可我们母女却连一件像样的金饰都得跪着求着他买，房外钱财防得跟防贼一样。沈夫人，我用孟成业藏在城西的最后一处房契与你交换，换我和女儿脱身。好，成交。好，把房契交出来，本官保你们母女平安离开。若敢耍花样，后果你知道。房欠人，你敢背叛老子？那宅子里面可是整整有3万两银票！你闭嘴，燕儿，你听听，3万两银票。当年他口口声声说身上没银子，任由我们母子在风雪里自生自灭。原来他不仅从来没想过我和你，甚至连他口中疼爱了19年的外室母女，也只是他随时可以抛弃的。在孟成业眼里，除了他自己，谁都是能用来垫脚的烂泥。这种畜生，多看眼都脏了眼睛。3万两银票，妈的！孟成业这老王八蛋果然藏了私房钱。兄弟们，别在这儿跟他们废话了，跟老子去城西宅子拿银票。对，快去城西，去晚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闪开，快闪开，别挡着大伙发财。拦下！官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可是老子的血汗钱，要是去的晚了，被这孟老狗在城西的人偷偷转移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本官说过，今日谁也别想带着沈家的东西离开这儿。银子，本官少不了你们的，但现在过去，只会打草惊蛇。沈夫人，不好了！沈夫人，怎么回事？城西的宅子拿下了吗？启禀沈夫人，我们按照柳如梅交代的地址摸过去，城西那处宅子那3万两银票早就不见踪影，桌上只剩下了这封写给柳如梅的信。如梅，债主逼得急，那3万两我先带走打点关系，你带静雯在府里顶几日，等我站稳脚跟，立刻接你们享福。孟成业，你当年怎么跟我发誓的？你大难临头，自己带着银票跑路，让我们母女在府里顶债送死！放手！要不是你这贱人天天在我耳边撺掇，老子能落到今天不停地，老子能落到今天这步停地。老子带走银子，还不是为了保命？燕儿，你听爹解释，爹把银子带走，那全是为了你的前途。去京城打点关系，不要银钱吗？爹都是为了你呀。为了燕儿的前途，孟成业，你还有脸编这样的瞎话？当年大雪漫天的夜里，你搂着柳如梅，逼我带着2岁的燕儿离开沈家。那时候柳如梅就站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你们何曾想过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？一个能对同甘共苦的原配痛下杀手的人，骨子里就是个烂透了的自私恶鬼。妈的，老子算是听明白了。孟老狗，既然3万两银子被你自己带走了，那今天就拿你这身骨是骨头来抵账。不要，燕儿救我！不要，燕儿救我！阿寒救我！我是你夫君，是你亲爹呀！救命啊！沈氏，若无族中长辈手狠，你哪儿也不准去。本官看，
沈夫人不如暂去谢府，由京中官眷亲自安置，也省得有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整日拿妇德名声来压人。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你沈氏如今名义上还是孟人家的媳妇儿，怎么能住进外男府邸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岂非败坏门风，让我们孟家祖宗蒙羞？哼，对，沈氏，你若真为燕儿的前途着想，就该守在孟家。她如今刚中状元，朝中多少双眼睛盯着，你要是败坏了名声，燕儿的前途就全毁了。燕儿，娘做梦都想和这群人扯清关系，可娘怕那些脏水泼到你身上。你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中了状元，不能因为娘的这些流言蜚语毁了你的前程啊！本官的祖母已等候沈夫人多时了。娘，谢老夫人是当今太后的亲姐，有她老人家坐镇，谁敢乱传一句闲话？娘，无论您去哪儿，儿子都陪着你。好，我们走。你今天要是敢踏出孟家大门一步，沈家剩下的那几个铺子，一个也保不住。不好了，大老爷、大夫人，荣华铺出大事了！好什么好？没出息的东西！铺子到底怎么了？门口聚满了讨债的，他们把铺子围得水泄不通，都说沈家一家有头多点，都说沈家要卷铺盖跑路了，现在正在砸门呢。燕儿，这绝对是孟承业在背后搞的鬼。如果我今天因为害怕缩在后头，沈家这100年来积攒的信誉可就彻底砸了。娘，沈家的门楣不容他们泼脏水，儿子陪您去，出什么事儿儿子担着。此事蹊跷，背后定有人推波助澜，我去派人清场，直接将这些闹事之徒拿下。不，谢大人，这关系到我沈家的根基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今日必须由我亲自去解决。好，既然夫人坚持，本官便依你。传令下去，备车，多调2队侍卫，护夫人周全，但凡有敢冲撞夫人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娘，儿子陪您一起去。阿寒燕儿，带上我吧。这荣华铺好歹我也管了10几年，这里面的账目门道，还有那些难缠的贷主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滚开！你们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提我沈家？大家动手砸呀！沈家要赖账，他们要卷铺盖跑路了。什么狗屁新科状元？新科状元的娘是个老赖，抓他去见官，不能让这种德行败坏的人当官。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抓老赖见官！先锋去！怎么了？还钱！当了状元娘就想赖账，砸了他的马车，看他往哪儿躲！看他往哪儿躲！我母亲已经10几年没管过沈家商铺，各位有事先说清楚。状元郎大人啦，官商勾结，不给活路啦！围起来！吴顺，把钥匙给我。夫人，外面全是债主，一开门，铺子就全完了。开门！燕儿，把账本全部抬出来，摆在桌上。是，娘。这要干什么？不怕我们抢铺子啊？都有谁来要债？上个月，孟承业从我这儿拉走了30匹上等蜀锦，写的就是荣华铺的名，这账你怎么赖？上月16，30匹蜀锦，孟承业签字提货。吴顺，这批货进荣华铺的库房了吗？没有，他让人直接送去城西柳如梅的私宅了。货连我沈家铺子的门都没进，你问我要钱，你该去找孟承振和柳如梅要。妈的！我们被孟承业那个狗东西给骗了！他用沈家的名头借钱，合着全养了他自己的小老婆和亲戚。走，找孟家那帮畜生算账去！
吴顺，你过来，这最后一毫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墨迹居然还是湿的！大夫人饶命啊！这不关老奴的事儿，是今天早上就在大公子重榜前一个时辰，孟老爷强行逼着老奴开柜拿印，在这账本上落的字啊！荣华铺转卖，买主6元。买卖日期就是今天，我们来晚了一步。都给老子闪开！这铺子现在是我的了！你是谁？我是柳元，柳如梅的堂哥。孟成耀白纸黑字已经把铺子卖给我了，识相的赶紧滚蛋！这可是沈家的祖产，是美养，姓孟的居然真敢卖！堂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真的不知情啊！钱我已经给了孟成业，今天这铺子我收定了。今天只要有我沈寒在，谁也别想跨进这道门。你们合伙把铺子低价转了，我们的货款找谁要去？找谁要？铺子归我，债你们找孟成义去。把郡主叫出来！叫出来！各位债主，你们若让柳元进门，沈家铺子就彻底成了他们的私产，你们一分钱也别想拿到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看清楚了，这上面盖的可是沈家铺印！天哪，这真是沈家的铺印，那这荣华铺真成柳家的了！完了完了，铺印都在人家手里，这铺子真要易主了。柳元，真正的沈家旧铺印在我手里。不可能！沈寒，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！老子手里这张可是孟成业亲自盖了印的契书，你手里那个绝对是个假货！假货？当年我爹临终前亲手将这枚玉印交予我，我藏了整整20年。大家看仔细了，我沈家旧铺印乃是100年前由名匠雕琢，玉印底部有一道微不可察的自然裂纹。柳元，你契书上那枚盖出来印记有这道裂纹吗？没有，怎么会没有？没有，怎么会没有？你拿去的不过是我当年生病时防着孟成茂起坏心思，特意找工匠仿制的赝品罢了。孟成业，你这丧尽天良、吃绝户的白眼狼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！就是，连自己病症证留给夫人的遗物都偷，真不是个东西！打死这个吃绝户的白眼狼！收气，即刻拿下！阿寒，你饶了我吧！求你给我留条活路！沈家的家产我1分都不要，我都给你，咱们好聚好散，写个和离书，也给彼此留个脸面。孟成业，你这条活路，20年前就断在了你手上。娘，让儿子替你写吧。不用，燕儿，这么多年都是你挡在娘的身前，但这一笔关系到你外父母的在天之灵，娘必须自己来。沈寒，你写的根本不是和离书，你这上面写的是休书。自古以来只有夫休妻，哪有女人写休书的道理？你凭什么休我？孟成业，你听清楚了，这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沈家100年清白和你孟成业的彻底了断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孟成业是我沈家招女婿进门的赘婿！天哪，原来这孟老爷居然是沈家的赘婿！赘婿就是吃软饭的，吃了沈家10几年的饭，翻脸就不认人，真是个白眼狼！沈家女沈寒，今日代已故父母，正式休夫孟成业，夺去依附沈家所得一切产业，生死各不相干。我是新科状元之父，你这贱妇不能休我，老子要撕了这字据！儿子给娘做见证，沈家赘婿孟成琛，今日逐出沈门。谢大人，我也要攻伐他，这都是孟成业一个人指使的，
他说等沈寒那个病秧子病死了，就抬我做正妻，连除掉沈烨抢家产的事，全是他惹的主意。贱人，你胡说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胡说，他的私账根本没有做全部消除，全藏在柳家。我带你们去清算，求大人放过我！通通押走，一并清算。燕儿，我们回沈家。孟成业是被你休了，可沈家铺子的烂账还在，你今天必须给个定夺。你刚中状元，别被这些俗物脏了手。沈家的事，我来了解。谢大人，这是沈孟两家的私事，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？就是，一个无亲无故的外人，这般眼巴巴的替你出头，那他要怎么替你？闭上你的嘴！放肆！沈夫人与我有恩，今日我来，也为还她一场清白。城主，把这个系上，神明会保佑你平安的，千万别闭眼。这红绳，谢大人，当年的少年，难道是你？既然你要当沈家的家，那就把这些债全认了。天亮前，要么你接下所有旧债，要么我就去官府告你赖账，让你儿子的状元当不成。你要我帮，还是要自己赢？这账做的稀烂，沈家的铺子和田庄根本不是不能救，而是你们这群在沈家吸血的孟家人，早就商量好了要逼我低价卖铺，好让你们分赃。沈氏，族老们都在这儿，要不就把铺子卖了还债，这也是为了沈燕的前途着想。想卖铺子可以，先把各房这些年从沈家宫中支走的银钱清算干净。清算？那些钱早就花完了，你凭什么翻旧账？那是宫中的银子，凭什么要我们吐出来？不吐，那这铺子谁也别想卖一间。好，算账可以，但债主今天就要钱，你立刻给个章程。今天这窟窿，你用什么填？放肆！你为什么还记得？沈夫人，沈夫人可在？听说沈家要换主了，你们是不是要赖账？大人，您可不能帮着沈家压榨我们这群平头百姓啊！各位掌柜，沈家不换主，以后由我沈寒亲自掌家，所有铺子照常开张，伙计掌柜的工钱一分不少，照旧发放。所有旧债，沈家全认，分期3年还清。只要我沈寒在一天，沈家的招牌绝不散。娘，圣上突然传召，让儿子即刻入宫面圣。可是，儿子实在不放心你。傻孩子，圣命难违，你尽管往前走你的，娘在后头塌不下来。哼，沈氏，沈燕已经入宫了，这荣华铺和西街的缎子铺，你该交出来了。这铺子是我沈家的命脉，你们别想占这份便宜。要不是沈燕中了状元，你现在还在给人洗衣服。你一个被孟成业作践10几年的人，凭什么撑起沈家？你配吗？若他撑得起呢？谢大人，这是我们家事，他一个妇道人家守不住家业，我们也是为了沈家好。本官只问一句，若他撑得起，你们今日所逼算不算欺主？谢大人，你几次3番干涉我们孟沈两家的家事，到底是何居心？10年前，我遭仇家追杀，倒在你家后巷。
是你救我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谢灵言，你早有私心，你借着公事偏护这个贱妇，你公权私用，我看你这乌纱帽是不想要了。那又怎样？封门。谢大人，这是我们沈家的家事，你一个外人，就算手握重权，也管得太宽了吧？所以，我不审，我只守门。沈氏，你以为有他在这里给你撑腰，你就能骑到我们整个孟家宗族的头上作威作福了吗？城南米铺前年报亏银300两，可这账本里暗记的流水上，实际入账却是900两。这其中差着的600两银子，到底进了谁家的口？城南米铺，这是账房记错了，对，一定是当年的账房年迈老糊涂，记错了账目。吴顺，东庄30亩良田，佃户们年年按时交租，这里的收据记得清清楚楚。可你们报到宫中来的账上，却连着5年报了荒灾，那些良田收益又被谁中饱私囊了？你今天有本事就朝这里打下去，只要你手里的这些账本，我现在就让人一夜不少的送去衙门。这些年你们侵吞沈家的银子，3日之内必须1分不少的给我全部补回来。把钱补回来？那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帮着管账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白忙活？你这些年忙着偷我沈家的家产，这也算忙？签。沈寒，你今天做事如此绝情，你可别后悔！后悔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年太懦弱，放任你们孟家吸了10几年的血，我后悔的太久了。谢大人，今日沈家能洗清冤屈，拿回产业，多亏了你。沈夫人，我想等有一日，你不再被世俗困住，我能堂堂正正问你一句，愿不愿意